南嫣然眯了眯眼，羽化的傀儡状态能瞒过所有人，却不一定能瞒得过太古魔王。他必须在太古魔王有所察觉前解决司空案和灵医谷，救出母亲。虚空之戒吗？南嫣然不由得想到了离尘剑圣赠予自己的一枚虚空之药，也不知这枚虚空之药对应的虚空之戒要如何寻找。正思量着，南嫣然的目光忽然被玉身上涌现的3种力量吸引。水火木雷风冰灵力虽是无色的，但只要是修士就不会出现分不清的情况，哪个系的灵力是能感觉得到的。南嫣然一瞬不瞬地盯着那3种力量，无色的雷灵力，纯白色的光灵力，以及黑色的。搜了羽化的魂，南嫣然如何能不知道那不同于灵力的黑色力量是暗系魔力。暗系天赋只存在于魔族至尊魔王一脉，其他魔族与灵修一样，都是水火木雷风5系天赋随机分配，冰系照样由水系衍生。南嫣然其实刚搜魂羽化没多久就猜到了，现在玉身上涌现的灵力与魔力证实了那个猜测。南嫣然在玉身前蹲下，抬手轻点着男人高挺的鼻梁，轻叹：你就是羽化一直想找到的人呐。报复性的在玉360度无死角的脸上乱戳了一会儿，南嫣然正要收回爪子，面前的男人不期然地睁开了眼睛。与此同时，男人骨节匀称的大手也牢牢地扣住了南嫣然的小手，在他白皙的手背上落下一吻。南嫣然面上顿时升腾起一股热意，她暗恼自己没出息，明明嘴唇都亲过了，为何只是简单的亲一下手背，反而控制不住怦然心动了呢？难道这是我那啥屁？玉注意到南嫣然异样的反应，眸色微动。原来这丫头喜欢手背吻吗？之前是我不够细心，看来今后在取悦这丫头上，我得细细挖掘，多多留心了。玉握住南嫣然的手，稍一使力，南嫣然便跌坐在他的怀里。此时玉身上溢散出来的灵力和魔力已经收了回去，两个人离得这么近，即便玉将气息收敛得很好，南嫣然依然能感觉到他比之前更加强大了，这让南嫣然松了口气。显然逆生咒已经被破除了。南嫣然推了一下玉坚硬的胸膛，凉凉道：哎，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他以为他们之间没什么隐瞒的了，结果哼。冉冉，我错了。错哪了？玉注视着南嫣然，眼底深处有着一丝忐忑。我不该对你隐瞒魔族身份。在看到南嫣然并未露出排斥之色后，玉绷着的心弦微松。南嫣然抿了抿唇：你是怕我一开始知道你有一半魔族血脉会嫌弃你，这家伙也会不自信吗？玉没作声，默认了。他并未打算一直瞒着南嫣然，原本就准备破除逆生咒，再无束缚后告诉他。南嫣然没好气道：你怎么能不自信呢？我不允许。魔族令诸天万界生灵涂炭，乃万族公敌，人人得。打住！我只要知道你是干净的就行。南嫣然看过万族演义等史书，魔族大部队在100万年前就被万族合力封印在魔域的暴乱之地，少部分如血魔、梦魔的先祖等漏网之鱼流落在诸天万界。100万年前，玉还没有降生呢。看到南嫣然眉眼间的认真和坚定，玉的心弦彻底放松，忍不住将怀里的人儿抱得更紧，恨不能融进自己的骨血。他不在乎其他人的看法，只要他不视他为怪物就行。冉冉，我不能没有你。玉低头，将脸埋在南嫣然的颈窝，一下下轻蹭着，对他的爱与日俱增。无法想象，若他离他而去。感受到玉的激动，南嫣然面露无奈：你轻点，我要喘不过气了。玉稍稍松开南嫣然：冉冉，你不怪我了吧？哼，这次就饶了你了，日后不可再对我有所隐瞒，再有一次我就没这么好说话了。
不会再有下次。冉冉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我先跟你说一下我方才搜魂那家伙得知的事情吧。南嫣然将羽化记忆里的事情都说了，末了他叹气道：唉，关于你老祖还活着，并且心心念念要铲除你这件事儿，你有什么感想？我于灵族长大，族中有一条自灵族成立之时便流传下来的铁律，所有族人不论身份高低，皆不得与魔族有所往来，更不得通婚。因为魔族是万族公敌？不，灵族与魔族是同一时期出现的，那时魔族尚未成为万族公敌。那是你们两族始祖有仇？灵族秘史记载，在太古时期之前，不存在天与地之分，也没有成千上万个界域，万物皆生活于同一混沌宇宙。后来混沌宇宙的两大至尊掀起旷世之战，那一战开天辟地，混沌宇宙分裂为成千上万个界域，世界进入太古时期。太古时期竟然不是世界诞生之始，为何史书对世界最早的记载是太古时期？混沌宇宙时期的文字书籍皆在大战中损毁。那灵族秘史会有记载，该不会开天辟地的两大至尊是灵魔两族始祖吧？那两人同为灵修，一光系一暗系，谁也消灭不了谁，最终止战。光系至尊将光系天赋赋予自己的追随者，创建灵族，视为灵族始祖。暗系至尊不甘心，想方设法利用暗系天赋，令天地诞生较之灵气更为凶猛的魔气，成为魔族始祖，寄望魔力大成后斩杀灵族。魔族吸收的魔气来源于暗系天赋，是以魔王的暗系魔力可掌控所有魔族，令他们臣服。不愧是至尊打架，直接改变世界格局，他们这什么仇什么怨呢？这无人知晓。不管他们有什么血海深仇，那什么太古魔王想对你不利，就是我的敌人。玉眼里掠过一抹笑意，亲了一下南嫣然的唇角。我有冉冉你保护。何止那位魔族，若灵族还活着，知道我的存在，也不会容我活着。有着深仇大恨的魔族和灵族，如何能忍受光暗两系天赋集于一身？对他们来说，这是背叛，是污点，是奇耻大辱，势必要抹除，否则两人也不会给自己下血脉禁咒。南嫣然敏锐地感觉到了什么，美眸一眯，你刚答应不会有事瞒着我的。我正要与你说。这丫头也太敏锐了，她只是气息稍有浮动，她就有所察觉。南嫣然双手环胸，做出洗耳恭听的模样。即使两族都有不得与对方来往通婚的铁律，魔族与灵族还是为了以防万一，对自己下了血脉禁咒。一旦他们俩的后代结合，孕育生命，若诞下的孩子只有光系或暗系单独一系天赋还好，若身负光暗两系天赋，便会触发血脉禁咒。不是吧？还有一个咒，你这是什么人间疾苦啊？你先别急，听我说完。触发血脉禁咒后会怎样？血脉禁咒属于咒术中的恶咒，会为触发它的人带来3道命劫。所谓命劫，即生死劫，劫难的凶险程度依次翻倍增长。魔族与灵族为掩饰此举，对外散播光暗同体之人为天道背弃者，天地不容，故而身负3道命劫。玉神色极淡，仿佛在说别人的故事。南嫣然握住玉的手，与他十指相扣，轻声道：“3道命劫也好，30道也好，300道也好，不论怎样，我都会与你一起面对。”冉冉，你这么说我很开心。不过血脉禁咒已经随逆生咒一起被破除了。破除了？我能感觉到血脉禁咒消失了。玄阴草、赤阳草那几样极阴极阳之物，应该可以破除一切阴损咒术，不止逆生咒。我想，今后任何咒术都无法对我起作用。这个真是太好了！南嫣然眉眼弯弯，
尽管不惧与玉面对什么命劫，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先不说魔族那个老东西了，跟我说说你父上和母上吧。书上记载，魔族100万年前被万族封印在魔域的暴乱之地时，当时的魔王也在内，并未像血魔默默的先祖那样逃出升天。那么你的父上和母上是怎么在一起的？玉沉默片刻，平静道：在我出生之前，我父母并不知道彼此的真实身份。灵族族长与魔族女王的邂逅是浪漫的，结局是惨淡的。身负光暗两系天赋的孩子的到来，暴露了彼此所处的阵营，乃是世仇。孩子满月都不到，魔族女王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未留下只言片语。唯一留下的只有灵玉这个在孕期为孩子取的名字。一开始取的名字是灵笔。魔族女王孕期时爱上了看各种画本子，有一天她希望自己能拥有一支可以写出各种精彩画笔本子的灵笔，让她有源源不断的好故事看。恰好正愁不知该给腹中的孩子取啥名，魔族女王又心心念念着灵笔，灵笔这个名字便顺理成章地落到了孩子头上。灵族族长觉得这也太草率了，极力反对。在他的争取下，魔族女王退了一步，以笔字的前身玉字取而代之，由灵笔改换灵玉，意义不变。魔族女王消失之后，灵族族长带着孩子寻了她许多年，遍寻无果之后，只得回到灵族，将这段感情尘封。魔域暴乱之地的封印仍在，魔族女王是如何出现在外界的，被抛下的父子俩也不知晓。对于玉父母的故事，在知道灵魔两族世代延续各自的始祖留下的仇恨以后，南嫣然既有些意外，又不那么意外。他将爪子伸向玉的头，摸摸头。玉截住媳妇儿的手：不必了。这丫头当哄她契约的那几个小东西呢？南嫣然拉着玉起身，行至羽化跟前，淡淡道：伸出你的左手，衣袖拉上去。羽化一言照做，衣袖撩上去之后，只见在羽化的左手腕上有着4个依次挨着的红色圆形印记，4个圆形印记里皆有2个古体字，分别为造化、净化、融合、吞噬。南嫣然已经通过羽化的记忆知道，每代灵族族长乃光系本源光元珠本身，魔族魔王乃暗系本源暗元珠本身。光暗元珠皆具有2种次级力量，一种终极力量。力量并非与生俱来，需要自身觉醒，能不能觉醒，觉醒几次，谁也说不准。这会儿手腕上的力量印记是他前主子神庭4大尊神种在他神魂上的，与你处于同一个界域时，印记便会浮现于手腕。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那所谓的4大尊神既非灵族也非魔族，为何一人会身怀一种光暗元珠的刺激力量，并且是代代遗传的？我也不清楚。玉剑眉微蹙，当初父亲告诫他，未觉醒终极力量前不要动用刺激力量，莫非是因为会被那4尊神发现？终极力量可以消除刺激力量，但无论是终极力量还是刺激力量，都有着自己的使命。若用于害人，必遭反噬，沦为废人，严重者性命不保。比如靠着吞噬剥夺他人的天赋实力来壮大自身，这种与邪修血质无异的行径，就会被反噬的别说命，神魂都会被搅碎。玉凝神沉思了片刻，心中浮现出一个猜测：那4尊神的造化、净化、融合、吞噬之力代代遗传，无需觉醒，极可能不具有使命，用于害人也不会受到反噬。这就能解释得通父亲为何会那般告诫了。没有反噬制约，若对方并非善类，被他们知道除了他们自己，还有人有着与他们一样的力量，必然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玉目前能肯定的是，4尊神的力量100%来源于光暗元珠。灵族始祖能将光系天赋赋予他的追随者，说明强大到一定程度，
是可以让他人也拥有自己的天赋或力量的。四尊神的先祖或许与魔族、灵族有救。尊神，致使灵族遭逢浩劫的幕后主使者，原来是此等鼠辈。南嫣然并未出声干扰玉的思绪，玉敛去眼底的杀意，将自己的猜测告知南嫣然。南嫣然也倾向于玉的猜测，他问羽化：那四大尊神可曾用光暗圆珠刺激力量害过人？害过，未受到反噬。南嫣然看向玉，沉吟道：若你的猜测正确，除了四鼠辈的先祖，是否还有人得到过灵族与魔族赋予的光暗圆珠刺激力量？四鼠辈的刺激力量又为何没有反噬制约？而且从魔族未将暗系天赋赋予他人这一点来看，他不像是会愿意把自己的力量赠人的人。玉揉了揉南嫣然的发顶，想不明白就暂时别想了。我还有更想不明白的，要晋升成神，须得经受我的混沌圣火的洗礼，方能凝聚神格。我家小火火还有这种功能？冉冉，对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暂时没有了，我们出空间吧。跟金蛋打了声招呼，南嫣然、玉、羽化离开空间。空间外被羽化轰炸的一片狼藉，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三个人只得凌空而立。南嫣然是半夜被羽化掳来此地，这会儿已经临近午时。望了一眼日头，南嫣然悠悠地想着，司空案这会儿该用午膳了吧。不管司空案要九转金丹是不是为了他母亲，这趟安王府他去定了。南嫣然冷声下令：羽化，带我去拜访拜访司空案。南嫣然和羽化自然不是走大门拜访司空案，在来之前，南嫣然已经交代羽化，此行主要目的是诛杀司空案，救出凤灵英，具体如何执行也已商量好。活了几万岁的羽化在九州的确是当时第一高手，便是那位同为太古魔王效力的梦魔也远不是羽化的对手。毕竟飞升成仙前的最高修为境界灵帝境也不过只有10000年寿数，以羽化的实力带着南嫣然潜入安王府，不被任何人察觉，简直是小菜一碟。先找到凤灵英，再对司空案发难。羽化放开神识，覆盖整个安王府，搜寻着凤灵英的身影。他虽然不知道凤灵英是何模样，但整个王府除了侍女之外的女人，想也知道只有凤灵英一人。按这个思路找人准没错，而以司空案的修为，也发现不了羽化的神识。在几乎将整个王府扫荡了一遍之后，羽化的目光最终停留在王府后山的一片紫竹林处。那紫竹林内有一个女人，羽化当即将自己的发现告知南嫣然。南嫣然眸光一亮，催促羽化：快带我过去。是。下一瞬，羽化已带着南嫣然出现在距离紫竹林500米处。主人，前方有着诸多阵法，竹林亦被结界笼罩，属下能全部破解，不过司空案会有所察觉。直接闯就是了，他母亲已经找到了，司空案又不是羽化的对手，过来就是找死。得令后，羽化飞身而起，磅礴的灵力自他的双手掌心涌出，暴力摧毁那些阵法和结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难搞的阵法和结界，在羽化的攻击下一息不到便尽数破灭。与此同时，刚在摆满了美味佳肴的餐桌前坐下的司空案脸色猛地阴沉下去，眼底浮现一丝慌乱。有人闯紫竹林。司空案豁然起身，身影消失在原地。当司空案赶到时，只来得及看到一抹窈窕的烟紫色身影飞入竹林。他瞬间双目充血，神色如厉鬼般可怖。阿姨。司空案心头涌上了一股难以言喻的不安，正要追逐竹林，一道身影闪现于他跟前，挡住了他的去路。这身影正是羽化。神尊？本王现在要抓擅闯王府的贼子，无暇招待神尊，神尊还请自便。话落，挂星风铃鹰的司空案就要绕开羽化，
进竹林抓人，显然没有怀疑羽化是闯入者的同伙。羽化淡声道：本座怕是不能让你如愿了。神尊这是何意？难道你……小到一种可能，司空案本就难看的脸色再度难看了几分。羽化肯定了司空案的猜测。进入竹林的人是本座带来的。你……司空案一把揪住羽化的衣领。你究竟意欲何为？羽化轻松地甩开司空案。你很快就知道了。没有主人的命令，本座不会让你进去打扰他们团聚。司空案瞳孔一缩，怀疑自己幻听了。主人，团聚，如果不是幻听，那……羽化可不管司空案怎么想，手一挥，一个灵力形成的囚笼对着司空案当头照下，将他困住。司空案简直要疯了，如一头发狂的猛兽，凶狠地攻击着囚笼，彻底不负光风霁月、芝兰玉树的模样。阿音，阿音！司空案攻击囚笼的动作不曾停歇，一双眼始终紧紧地望着紫竹林。囚笼纹丝不动，困住司空案的人隔绝他的声音，强烈的恐慌席卷司空案全身。难道今日我当真要失去我的阿音？不可以！在司空案心急如焚时，紫竹林内又是另一番景象。南嫣然立于竹林深处的一间竹屋前，他望着那眼上的门扉，深吸了一口气。他的母亲就在这间竹屋里。南嫣然踏步上前，抬手正欲叩响门扉，想到什么，掌心浮现灵力，在面上一抹，褪去假面，展露真容。第一次与母亲相见，南嫣然不想顶着一张假脸。恢复真容以后，南嫣然继续叩门，手刚抬起，吱呀一声，门从里面被人打开了。南嫣然与开门的女人四目相对，女人苍白的面容映入眼帘，南嫣然目光一颤，喉头有些发涩，而女人原本如一潭死水般的眼眸，在对上南嫣然那双妖娆灼人的桃花眸时，瞬间荡开了层层涟漪。她垂在身侧的双手隐隐颤抖，眼前少女的桃花眸与镌刻在心上的那人的桃花眸逐渐重叠。女人紧紧注视着南嫣然，死寂的心没来由的急速跳动起来。她动了动唇，你……久未开口说话，女人的声音极为沙哑。南嫣然细细打量着眼前一身素衣、身形消瘦的女人，看到女人的第一眼，她便确定，女人就是她的母亲。女人很虚弱，鬓未挽发，满头青丝垂落至腰际，脸、脖颈、手等裸露在外的肤色呈现不正常的白，大气明艳的容光，因与爱人阴阳相隔，骨肉分离，以及十几年来笼中之鸟一样不得自由的生活，蒙上了几层阴霾。母亲，女儿来了。事物在南嫣然眸内弥漫开来，她的声音温柔至极，像是生怕惊吓到女人。女儿带你离开这里。女人也就是凤灵英闻言浑身一震，声线颤抖。女儿。凤灵英的脑海里瞬间浮现当年自己产女后将女儿托付于那名为南文天的男子的画面。这些年她没有一天不思念女儿，没能参与女儿的成长，她是个不称职的母亲。凤灵英怀疑自己在做梦，与女儿相见的梦，她不知道自己做了多少回了。只是这一次的梦未免也太逼真了。母亲，您不是在做梦，我是您与父亲穆渊庭的女儿，也是养育我长大的父亲南文天的女儿。我名叫南嫣然，烟雨染芳华，烟火染红尘。凤灵英脑中轰的一声，眸内光芒大盛，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南嫣然本就带给凤灵英异常亲近之感，穆渊庭和南文天这两个名字一出，凤灵英心中的那一丝不确定彻底消失。她再也忍不住，一把抱住了南嫣然，潸然泪下。
女儿，娘的宝贝。南嫣然一回抱激动的凤灵英，她一想到母亲这么多年被困于此地，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就止不住的心疼。母女俩抱了将近半刻钟，凤灵英才猛然从这巨大的幸福中惊醒。她担心的往竹林外的方向望了眼。乖女儿，你怎会出现在此？又是怎么知晓我与你生父的身份的？难道是司空案知晓了你的身份，将你抓来的？您别担心，司空案不足为惧，他背后的狗神尊现在已经被我弄成傀儡，为我所用。听到神尊二字，凤灵英眼底是毫不掩饰的憎恨，就是这个恶徒在背后搞风搅雨，将人民当游戏玩弄于股掌之间。内司成了傀儡？我让狗神尊在竹林外控制住司空案，待会儿再让他们过来。现在您先服下这枚丹药。南嫣然取出九转金丹，递到凤灵英的唇边。方才与凤灵英拥抱时，南嫣然已经将灵力丝探入凤灵英的体内，检查她的身体状况。当年凤灵英将南嫣然的部分魂魄送往意识之后，修为尽失，此后身体每况愈下。这些年司空案想尽办法，也只是延缓了凤灵英的衰。再往前送了一分，软声道：“母亲，我举的手都酸了。”凤灵英正感叹自家乖女儿真厉害，闻言立刻张口服下九转金丹，生怕累到南嫣然的手。关心则乱，凤灵英并未意识到，其实以南嫣然如今的实力，她的手就算举上一整天也不会酸疼。九转金丹一入腹，即刻发挥效用。凤灵英的肤色肉眼可见变得正常起来，面颊和唇色皆有了血色。最重要的是，她失去的修为再度归来。九转金丹的神奇，凤灵英当然听说过，她不曾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体会到这种神奇的丹药药效。这10几年来，凤灵英的身体没有一刻像现在这样轻松舒适过，澎湃的灵力在体内经脉游走，驱走先前的虚弱。凤灵英惊喜地抱住南嫣然：“冉儿，我的修为恢复了。”她不后悔会将女儿部分魂魄送往意识失去修为，也没有奢望过修为能再回来。而如今修为恢复了，这对凤灵英来说是莫大的惊喜。南嫣然含笑道：“母亲是什么修为境界？”凤灵英松开南嫣然：“九阶灵皇境。此地不适合杜雷姐，待离开此地后，我助您晋级灵尊。”凤灵英哑然，宝贝女儿怎么把晋级说得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同时凤灵英又觉得羞愧，她这当娘的什么都没给女儿就算了，还要女儿反过来为她付出。母亲不必羞愧，缺席我与弟弟的成长，非您所愿。对您，我与弟弟只有心疼，绝无怨怪。凤灵英眼眶微红，顿了顿，反应过来，她呼吸一滞：“然而你说，弟弟？”“您与父亲的另一个孩子，我的弟弟，当初并未真的死去，他如今就在中州，他的名字叫朝暮，是这世上最好的美少年。”朝暮。凤灵英捂着唇，眼中滑下2行泪，思绪飞远。
那一日，她顺利生下了女儿，另一个孩子却难产，迟迟不出来。用灵力探查后发现孩子已没了呼吸。追兵将至，她已没有足够思考的时间，只能倾尽全力保全女儿。在南文天带走女儿后，另一个孩子终于出世，是个男孩，没有呼吸，一动不动。她来不及抱一下可怜的儿子，便晕了过去。再次醒来，她已身处这片紫竹林。凤灵英仍记得自己问起儿子，司空爱是怎么回答的。阿姨，你生了个死胎，说明上天也不赞成你与穆渊庭在一起，你们注定没有结果。那个死胎倒省了师兄我处理他的功夫，师兄只带回了你，至于那与你无缘的孩子，留在了他出生的那个山洞，现在若没被野兽啃食，也已经腐烂生蛆了吧。凤灵英知道司空暗除了不会对他动手，与他有关系的人他绝不会手软，更别说那个孩子还有着他最憎恨的穆渊庭的血脉，他又怎么可能会妥善安置孩子的遗体？每每想到儿子被野兽啃食或暴尸荒野的惨状，凤灵英就心痛到窒息。现在女儿说那个孩子还活着。少儿，怎么回事？是司空暗骗了我，还是招募当初被人救活了？司空暗骗了你，招募一直在他的掌控之中。我不认为司空暗会救招募，招募当初应该是一时没有呼吸，在司空暗找到您时就已好转了。南嫣然将招募外祖父母的相认过程与凤灵英说，自然也不可避免地提到了龙君眼的真面目。凤灵英消化着听到的这些事儿，每一件都极具冲击力，令她心情激荡，既高兴儿子还活着，又愤怒司空暗这个杀夫仇人之一，一心想将儿子培养为泯灭七情六欲的人形杀器。而龙君眼的事迹令凤灵英震惊到失语，心中的一角轰然坍塌。他亲爱的兄长竟然是假死，一切只不过是他自导自演的戏码，而他却为此背上枷锁，自觉无颜面对双亲，愧疚了几十年，险些毁了自己。可笑，太可笑了。凤灵英捂着胸口缓缓蹲下，将脸埋在膝上。南嫣然无声地叹了口气，蹲下身轻轻拥住了凤灵英。他相信经历了诸多风雨的母亲自己能调整过来，故而未出声说些安慰之语。过了好一会儿，凤灵英抬起脸轻声道：少儿，你外祖父母还好吗？南嫣然盯着凤灵英脸上残余的泪痕，抿了抿唇。外祖父母很思念您，母亲他们一直在等您回家。回家？凤灵英喃喃，心中五味杂陈。当年他已鼓起勇气，准备带穆渊庭回天鹰帝国面见双亲，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师尊无涯老人忽然出世，后面发生的事儿更是彻底断了他的归家路。凤灵英闭了闭眼。母帝，父君，女儿不孝，让你们担心了。在知道龙君眼家死前，对母帝夫君来说，他们确确实实以为自己失去了儿子，而他却没有在母帝夫君面前尽孝，让他们紧接着又失去了女儿。这几十年来，二老该有多煎熬啊！南嫣然柔声道：母亲，往后您有大把的时间在外祖父母跟前尽孝，不止外祖父母，师公和姑姑也等着见您呢。凤灵英眸色一凝，女儿的师公和姑姑，那不就是她的？师尊和婵娟，然而见到他们了。凤灵英目露希冀，师尊他老人家还活着，这可真是太好了。姑姑体内的荣日毒已经解了，无需再待在鬼境。师公被狗神尊麾下的灵医谷炼为药人，遭了大罪，现已大好。听完来龙去脉，凤灵英气怒之余又松了口气。不管怎样，师尊和婵娟没事儿已是万幸。凤灵英轻抚着南嫣然的脸，感叹道：傻儿，你是上天赐予娘亲的福星啊。
一切阴谋诡计、艰难险阻都被他的宝贝粉碎成渣。南嫣然摸了摸鼻尖，福星吗？他愿一直当自己所珍视在乎之人的福星。南嫣然心神一敛，事情已经让母亲了解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就是虐渣了。母亲，我让狗神尊羽化把司空案带来，交由您处置。凤灵英正在心里感慨宝贝女儿又美又飒，听到司空案的名字，眼中的温度一点点冷却。在司空案选择欺师灭祖、谋害同门的那一刻，他与他的同门情谊便不复存在了。司空案不是他的大师兄，而是仇人。凤灵英朝南嫣然点了一下头，是时候与他做个了断了。南嫣然以神识知会羽化，命他把司空案带进紫竹林。他的命令刚下达，下一瞬羽化便压着司空案出现在他和凤灵英的面前。南嫣然先让羽化布下结界，以免此间的动静传出去，然后才给司空案眼神。这时的司空案着实有些狼狈，司空案每攻击一下羽化困着他的囚笼，便会被囚笼反弹他发出的一半力量。他身上清雅华贵的蓝衣也染上了朵朵雪花，俊雅的面容也溅上了几滴血珠。而司空案在看到南嫣然这个羽化口中的主人时，双眸赫然睁大，眼底写满了震惊。这少女的脸既有阿英的影子，又有那个男人的影子，古龄15，与朝暮一样的年岁。少女的身份呼之欲出，司空案死死地盯着南嫣然，骤然怒吼出声：不可能，这不可能！南嫣然迎着司空案的视线，冷冷一笑：哼，司空案，你欠我们一家的，今日该还了。司空案眼角猩红，我们一家4个字在他脑海里不断回响，逼得他几欲癫狂。他的目光转向凤灵英，痴痴地笑道：阿姨，原来你还有一个女儿，你瞒得可真好啊。我的儿子还活着，你不也瞒得挺好。司空案眼神微变，朝暮还活着的事儿定是阿英的女儿告知他的。司空案深深地看了南嫣然一眼，自言自语道：难怪本王总觉得招募那小子上次出任务回来后，整个人好似有些不同了。原来是与亲人相认的。凤灵英一想到儿子被司空案这个杀父仇人之一奴役，就有一种呼吸不畅的感觉。司空案，你自己没人性，就想将我的儿子也培养的没人性。似你这般卑劣又恶毒的人，我已曾与你是师兄妹关系为耻。也曾与我有关系为耻？阿言，我是这世上最爱你的人，你为何对我如此残忍？我哪里比不上那穆渊庭了？明明我和他是同时认识的你，他并不比我早，为什么你选择的是他而不是我？就因为穆渊庭经常陪伴在你身边，而我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山府。阿言，你可知道我离开山府游历9州，也是为了替你寻医问药，想治好你的疯病啊！若早知道你会选择穆渊庭，我绝不会离开山府，放任穆渊庭在你的身边打转。够了，你不配提他的名字，你根本不懂爱。阿渊不会打着爱我的旗号伤害我所在乎的人，这就是你和他的区别。爱本就没道理可言，对谁心动不受自己控制，但锁住心中的恶兽，不放他出来害人，却是自己能做到的。我不懂爱，我怎么不懂？我甚至可以为你去死。你是我伤害你在乎的人，可我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把你留在我的身边。若你选择携手一生的人是我，这一切又怎么会发生呢？凤灵英定定地看着司空案，无比清晰地意识到这个人已经彻底疯了，心态完全扭曲。你别玷污了爱这个字。话落，凤灵英不欲和司空案继续掰扯，
他素手微动，以灵力幻化出一把长剑，剑锋直指司空案的心口。司空案在羽化的压制下动弹不得，只有嘴巴能说话。即便落到如此境地，司空案脸上亦不见惧色。他瞥了一眼南嫣然，勾唇笑道：阿姨，你的女儿可真是个厉害角色呀，不仅令神尊为她所用，还让你身体痊愈，恢复修为。能死在阿姨你的剑下，我很开心。回应司空案的是凤灵鹰毫不留情的一剑，这一剑直接废了司空案的丹田。司空案眉头都没有皱一下，依然一脸愉悦地凝视着凤灵鹰。阿姨，我没输。死又何妨？反正穆渊庭不会再归来，他得不到阿英，穆渊庭更别想拥有。阿英和穆渊庭永远不可能长相厮守。凤灵鹰读懂了司空案的意思，心口传来阵阵钝痛。那个早已离去的人，他好想他呀。若不是记挂着托付于南文天的女儿，他坚持不到现在。南嫣然握住凤灵鹰的手，给他以力量，看着司空案的眼神冰冷彻骨，嘲弄道：你是没输，父亲母亲我招募是一家人，而你自始至终都是个局外人，谈何输赢？即便父亲不在，我和招募也会带着父亲的希望陪伴和照顾母亲。我们姐弟在一日，父亲的影子就一直在这世间。至于你司空案，只会无人在意，在阴暗的角落里发烂发臭。司空案脸上的愉悦之色逐渐消失，手背上和额头上凸起的青筋彰显着他此刻的心情。司空案暴喝一声：住口！不是你说的这样。他想要反驳南嫣然，却又找不到理由。局外人吗？司空案连连摇头，不，这场爱情追逐，他怎么可能是局外人？不！司空案无法接受的怒吼出声，神色濒临崩溃。南嫣然睨了一眼羽化，示意他松开对司空案的压制。左右司空案也是个废人，掀不起什么风浪。对司空案这个变态疯子来说，死猪不怕开水烫，肉体上的折磨对他不起作用，唯一能击垮他让他痛苦的就是抹除他的存在。再者，南嫣然也没觉得自己说的有错，司空案本就是一个局外人，他们一家本来幸福和美，有他什么事儿？跳出来硬插一脚。瞧着司空案被自家女儿打击得不轻，凤灵鹰起伏的心绪渐渐平静。此生挚爱不在身边，但他还有父母，有一双儿女，有世尊和婵娟他们。他会带着他爱的那个人对他的爱与希望，好好的活下去。没了羽化的压制，丹田被废的司空案身体晃了晃，半跪在地上。南嫣然照例让七色魔莲对司空案搜魂，并且收走了他的空间戒指等随身物品。毕竟司空案表面上是大赵神国的一介闲散王爷，背地里还是上天教的教皇。司空案死了，自然得有自己人顶上，而后让招募光明正大的脱离圣天教。那顶替司空案之人，则是羽化修出的一个身外化身。在七色魔莲搜魂司空案时，羽化的身外化身已在一旁待命。当搜魂完毕的时候，七色魔莲听从南嫣然的吩咐，将司空案的记忆输入了身外化身的灵石。如此，羽化的身外化身拥有司空案的记忆，在圣天教行事也就不会惹人怀疑。司空案在圣天教从不以真面目示人，教中只有几个高层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南嫣然将羽化的身外化身的脸以炼融术整成司空案的模样，以便他应对那几个高层。这么多年打交道下来，羽化对司空案的神态举止、日常习性还算了解。身外化身有着羽化的记忆，又有司空案的记忆，办起司空案来游刃有余。司空案眼睁睁地看着另一个自己出现，南嫣然的手段再次刷新了他的认知。他忽然放声大笑小丫头，你既能控制神尊，想来也能控制我，
为何放着现成的我不用，而让神尊的身外化身来冒充我？怎么，失望了？放心，你只是比你的神尊先走一步，我会让他去与你作伴的。无论是羽化还是司空暗，犯下的罪孽只配神形俱灭，想以傀儡的形式活着，做梦。而且万一羽化的主子太古魔王有办法让羽化恢复正常，那就不妙了。是以绝不能给羽化和司空暗卷土重来的机会。羽化的身外化身修为也比司空暗强上太多，能发挥的作用比司空暗大。司空暗就算想跟羽化那样当个被榨干利用价值以后就会被消灭的傀儡，那也是不够格的。司空暗瞥了一眼羽化，扯了扯嘴角。我懂了。看着另一个司空暗，凤灵英大概知道了南嫣然的意图。他收起灵力幻化的长剑，对南嫣然道：少儿，你来处理他。不是凤灵英不想亲自手刃司空暗，而是司空暗对于死在他的剑下感到开心。凤灵英才不想让司空暗如愿带着开心的情绪死去。好，南嫣然手腕翻转，寂灭陨雷与他的掌心跳跃，下一瞬充满毁灭世界万物威慑的恐怖雷霆降临在司空暗的身上。已经是废人的司空暗当然承受不住寂灭陨雷的一击，当场神形俱灭。凤灵英眼神都没有半点波动，那些与司空暗有关的恩怨纠葛随着司空暗的死从凤灵英的心中退去，自此尘归尘，土归土。南嫣然挽着凤灵英的手臂柔声道：母亲，我带你去见师公和姑姑，他们还不知道我来救您的事儿，我们去给他们一个惊喜。以及招募很快便会与我们团聚了。想到即将与心中牵挂的人见面，凤灵英目露期待。南嫣然取出一面画影镜，对着自己和凤灵英录影，并留言：招募，姐姐与母亲都在神都灵南楼等你。璎珞，南嫣然将画影镜以及一张灵南楼通行令交给伪装成司空暗的羽化的身外化身。南嫣然对假的司空暗说了一下灵南楼通行令的用途，命他即刻赶去位于中州北部的圣天教，将画影镜和灵南楼通行令转交给招募，在废除招募首徒之位，将其逐出圣天教。如此，招募便正式脱离圣天教。南嫣然相信，招募在看到画影镜里的他与母亲之后，定然会以最快的速度赶来神都灵南楼与他们团聚。除此之外，南嫣然还交代了司空暗一些事，司空暗领命而去。随后，羽化听从南嫣然的吩咐，带着他们母女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安王府。不一会儿，三人便出现在了灵南楼顶层5楼，也就是药王和沐婵娟他们目前日常活动与休息的楼层。宋蕊等4位小年轻皆在自己屋里修炼，无涯老人、药王、沐婵娟、皮皮4位大人则在公共区域等着一大早便消失不见的南嫣然回来。虽然南嫣然与他们报过平安，但4人还是从他的语气中听出了一丝不同寻常，因而有些担心他。小冉儿做什么去了？怎么还没？沐婵娟正说着，骤然目光一凛，皮皮猛然起身：有人进了尊主的房间，不止一个。无涯老人和药王神色一沉，就在4个人欲有所动作时，吱呀一声，南嫣然房间的门开了。首先映入沐婵娟4人眼帘的是2张明艳绝艳的脸，这2张脸的主人不是南嫣然与凤灵英，又是谁？母女2人身后则是羽化。不过有南嫣然母女在，沐婵娟4人哪里还能看得到羽化，直接把她忽略个彻底。2道呼唤同时响起：大嫂！沐婵娟和无涯老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竟然看到了大嫂，看到了自己的小徒儿。时隔10几年，再次看到无涯老人和沐婵娟，凤灵英的眼圈当即红了，嗓音发颤：师尊，婵娟，是我，灵英。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沐婵娟和无涯老人又惊又喜。他们不是在做梦，
这也不是幻觉，阿英是真的出现在了这里。穆婵娟看着凤灵英，又看看南嫣然。小冉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冉冉一早便不见踪影，原来是去救阿英了吗？师公、姑姑，我们坐下慢慢说吧。母亲，这2位分别是我的义父与好伙伴。南嫣然先为凤灵英介绍了一下药王和皮皮，而后讲述事情的原委。被忽略的羽化由此进入了无涯老人他们的视线。羽化现在的肉身并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夺受了无涯老人的师兄神虚子，这也是无涯老人与南嫣然一家遭逢恶难的开始。无涯老人一眼就认出羽化的脸，正是他的师兄神虚子的模样。对于死了都不安生，给自己惹来祸端的神虚子，无涯老人心境再豁大，也难免厌憎对方。若被报复的只有他也就罢了，偏偏他的几位弟子也被累积，无论是神虚子还是夺舍他的羽化，都不可饶恕。无涯老人别开眼，不再看羽化一眼，怕自己忍不住杀了对方。冉冉留着这个所谓的神尊显然有用，他不能坏了冉冉的事儿。皮皮挑了挑眉，这就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吗？想打劫尊主，逼尊主炼9转金丹，反把自己赔了进来。那孽徒已伏诛了吗？凤灵英在司空案手上这一点，穆婵娟和无涯老人早有猜测，现在猜测被证实，且司空案已经落得一个神形俱灭的下场。两人和凤灵英一样，将有关司空案这个人的一切从心底里彻底剔除，从此都不会再想起了。另一边，中州北部圣天教，教廷里的所有建筑都是以浓墨一样黑的玄石铸成。踏入圣天教，便如踏入了一片漆黑压抑的海洋。假司空案降临于一处剑山，找到正在练剑的黑衣少年，沉声道：招募，你可以离开圣天教了。招募停下练剑的动作，那双似平湖一样不含一丝情绪的透亮眼眸静静地直视着司空案，等待后者的下文。少年显然会错了意，以为司空案让他离开圣天教是有什么任务要交给他。司空案的确有东西要交给招募，那便是南嫣然让他转交给招募的画影镜和灵南楼的通行令。他在画影镜上一点，南嫣然录下的自己与凤灵英的影像便投射而出，两张明艳绝丽的容颜映入招募的眼帘。少女清月夹带着欢喜的声音在这处寂静的剑山响起：招募，姐姐与母亲在圣都灵南楼等你。招募平静的眸色瞬间起了变化，一声姐姐险些脱口而出。对自家姐姐旁边神色温柔的女人，招募心中亦有种异样的感觉。这感觉跟当初看到外祖父母时一样，只是强烈许多。招募的心砰砰乱跳。姐姐说她与母亲，旁边的女人是我们的母亲吗？司空案将画影镜和灵南楼通行令交到了招募的手上。去吧，主人在等你。待你走后，我会向所有教众宣布，废除你首徒之位，将你逐出教廷。自此，你便不再是圣天教的人了。末了，司空案说了一下灵南楼通行令的用途。招募那张鲜少有表情的精致面容上浮现了错愕之色。眼前的教皇行为举止皆反常，他口中的主人是姐姐。招募还没说什么，一只小白猫忽然出现在他的肩上，朝司空案挥了挥爪子，语气笃定道：你不是教皇。教皇已死，我是主人的人。小白猫倒吸了一口凉气，教皇死了。他旋即兴奋道：你的主人可是刚刚说在神都灵南楼等我家主人的小姐姐？正是。哇哦！幸福来得太突然，小白猫嚎了起来，怕惊动他人，又连忙抬爪捂嘴。激动得要晕过去的小白猫在招募的肩上蹦跶了几下，催促自家主人：
招募小可爱，你还等什么？咱们赶紧去见小姐姐吧，还有你母亲。小白猫虽然很好奇教皇是怎么死的，但更想赶紧离开圣天教，反正一切事由见到小姐姐就知道了。招募当然没在等什么，他只是太惊讶了，一时忘了反应。对于教皇的死，少年无悲无喜。招募将自己的黑色重剑往空中一抛，跃上重剑，御剑乘风而去。神都灵南楼，整个5楼充斥着温馨愉悦的气氛。凤灵鹰的回归以及即将到来的招募，令无涯老人和木婵娟心中悬着的一颗巨石放下。药王和皮皮也为南嫣然开心，被迫分离的一家人总算能得以团聚了。之前在安王府，主要目的是救出凤灵鹰，解决司空案，不是介绍玉的好时机。南嫣然便没有让玉现身。这会儿凤灵鹰也熟悉了灵南楼的环境，跟无涯老人他们也叙旧的差不多了。南嫣然又岂会瞒着凤灵鹰自己有道侣一事，而且也瞒不住啊。木婵娟他们都知道玉的存在。凤灵鹰眼睁睁地看着一位俊美绝伦、宛若天神的男子凭空出现在自家女儿身边，两人携手而立，姿态亲昵。玉对见媳妇儿的家长已经驾轻就熟了，相当淡定。这种事儿本来就不需要什么套路，让对方看到自己的真诚就足矣。一番接触下来，凤灵鹰对玉的印象还不错，即使他想挑毛病也挑不出来，硬要挑的话可能人太冷了点儿，惜字如金。但凤灵鹰是过来人，又怎会感觉不到南嫣然与玉之间那无比契合的气场呢？那种气场没有第三者能插足或者破坏。凤灵鹰想，女儿喜欢的人对女儿不冷不惜字如金就行了。每个人对自己喜欢的人总是特别的嘛。南嫣然眼瞅着玉顺利过关，不禁暗叹，这厮若存心想获得一个人的认可或喜爱，就没有不成功的。凤灵鹰和木婵娟坐不住，南嫣然陪着两人去到楼中的传送阵那儿等着招募。本来无涯老人也要陪同，被南嫣然三人阻止。招募是晚辈，哪能让他老人家亲自过去等。南嫣然三人分别是招募的姐姐、母亲、姑姑，且凤灵鹰和木婵娟从未见过招募，亲自去等人合乎情理。招募来得很快，一出圣天教，他便直奔圣天教所在城池的灵南楼。出示通行令后，顺利地达成传送阵，抵达神都灵南楼。当9个传送阵中的其中一个传送阵亮起光芒，少年瘦而不柴的挺拔身形于光芒中显现。南嫣然眸光一亮，欢喜道：“母亲、姑姑，招募来了！”南嫣然拉着凤灵鹰和木婵娟快步地走向亮起光芒的传送阵。光芒很快消失，同样看到南嫣然三人的招募随即踏出了传送阵。南嫣然和招募的声音同时响起：“招募！”南嫣然给招募一个拥抱，打量着乖巧的少年，笑道：“好家伙，比上次分别时长高了，这小脸好像也更加帅气迷人了。”招募耳尖微红，面对一副女流氓姿态的自家姐姐，不知道要如何回应。南嫣然眸光一转，对招募示意凤灵鹰与木婵娟：“招募，猜猜这2位大美人是谁？”某女暗戳戳地想，母亲虽然在给乖弟弟的幻影镜中露面了，但毕竟没有明确地表明她的身份。现在出现了2位大美人，不知道乖弟弟可认得出来哪位是母亲。凤灵鹰与木婵娟深深地注视着招募，虽认清心切，但怕吓到招募，于是配合南嫣然，没有立马开口表明身份。这并未难到招募，少年定定地望着眼前一明艳一清丽，皆为世间绝色的2个女人。他能感觉到这2人都与自己有关系。姐姐说了，她与母亲在等他，其中一位必然是他的母亲。招募对上凤灵鹰的目光，嗫嚅着道：“你是母亲？”凤灵鹰眼中死死压抑的泪水终于忍不住决堤，他上前一步，紧紧地抱住招募，哽咽道：“招募，我的孩子，对不起，都是娘没保护好你，才让你……”招募手足无措了片刻后，
僵硬的身体不自觉地缓缓放松，他出自本能的抬手拥住了凤灵英，轻拍着她的后背。不哭。这令凤灵英的眼泪掉得更凶，儿子竟然安慰她。凤灵英已从南嫣然那儿知晓，招募因为她独特的成长经历，性格异于常人，不通人情世故。这样的招募不仅认出了她是母亲，还反过来安慰她，怎能不使得她心头又喜又酸涩？好孩子，娘亲听你的，不哭。待能克制住眼泪，凤灵英松开招募，为她介绍穆婵娟。孩子，这是你父亲的妹妹，你的姑姑。招募无职。穆婵娟一给小智儿一个抱抱，温柔道：姑姑很高兴见到你，欢迎回家。招募在心中练习了几下，开口轻唤：姑姑。无论是母亲还是姑姑，亲人间的称呼对鲜少与人接触的招募来说，无疑是极其陌生的。还未适应的招募，神态和语气多少有些不自然。穆婵娟却心花怒放，以招募的性子，初次见面就开口唤人，这已经出乎她的意料了。她拍了拍招募的肩：孩子，姑姑厨艺还不错，想吃什么姑姑给你做。小冉儿，你也报菜名。看着侄儿侄女的盛世美颜，穆婵娟只感觉身心都得到了升华。唯一遗憾的是大哥不在这儿，若大哥能看到这一幕，那该多好。听到有吃的，馋嘴的小白猫待不住了，瞬间窜出了契约空间，跳到了招募肩上，朝穆婵娟热切的道：人美心善的姑姑，招募小可爱想吃。小白猫哗啦啦的爆出了一串菜名，招募没想到小白猫来这一出，压根来不及阻止。南嫣然嘴角抽抽，拎起小白猫命运的后脖梗：老白，这些都是你想吃的吧？小白猫弱弱的对了对爪子：小姐姐护肩不揣。招募盯了小白猫一眼，对穆婵娟微微摇头：姑姑别听老白的。他对食物没什么概念，大部分时候都是服用辟谷丹，也不知道自己这只契约兽为何如此贪吃。穆婵娟忍俊不禁，从南嫣然的手中解救了小白猫，掂了掂它的重量，别说还挺沉的。无妨，既是招募你的兽首，姑姑自当填饱它的肚子。小白猫简直感动得要落泪，抱着穆婵娟不愿意撒手。姑姑你真好。招募都无语了，老白这姑姑叫的比他还顺口。凤灵英和穆婵娟都没想到，招募的兽首能口吐人言就算了，竟然还是这么个与招募截然不同的画风。想必有这只异常活泼的兽首陪伴，招募过往的岁月能少一份孤寂。穆婵娟抱着小白猫下厨去了，南嫣然与凤灵英则带着招募回到了5楼。凤灵英为招募介绍师尊无涯老人，药王皮皮他们则由南嫣然介绍。招募亦从无涯老人等人身上感受到了亲人般的温暖。南嫣然认真地看着招募：招募，你已自由，今后你可以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你有我们这些亲人，不再是孤单一人。我知道，谢谢你，姐姐。少年不通人情世故，不代表他傻，不会思考分析问题。他能自由，不再受圣天教的束缚，一定是因为姐姐。南嫣然轻弹了一下招募额头，笑道：你本就是至真至纯之人，不该被这凡事污浊所扰。招募眼睫轻颤，似懂非懂。南嫣然叹了口气，将那些导致他们一家分离的爱恨情仇之事道出。他不知道招募对司空案是什么观感，招募可以不愿司空案，但他绝不希望招募因为长于圣天教而把司空案摆在类似于养父的位置。司空案他不配。通过对司空案搜魂，南嫣然如何不知道司空案对招募完全没有一丝善意。司空案留着招募，不过就是想通过操控招募的人生，获得战胜父亲穆渊庭的扭曲快感。就连招募这个名字也是怀着满满的恶意取的。
匹夫朝生暮死，卑贱若尘埃。不过南嫣然多虑了，招募从未把司空案摆在什么有分量的位置。其他人若无招募的经历，或许会感念给自己一个容身之所的人，但司空案对招募那灭绝人性的培养方式，使得招募在遇见南嫣然之前，对任何人与事都无爱无恨，无悲无喜，不配。通过对司空案搜魂，南嫣然如何不知道司空案对招募完全没有一丝善意？司空案留着招募，不过就是想通过操控招募的人生，获得战胜父亲穆渊庭的扭曲快感。就连招募这个名字，也是怀着满满的恶意取的。匹夫朝生暮死，卑贱若尘埃。不过南嫣然多虑了，招募从未把司空案摆在什么有分量的位置。其他人若无招募的经历，或许会感念给自己一个容身之所的人，但司空案对招募那灭绝人性的培养方式，使得招募在遇见南嫣然之前，对任何人与事都无爱无恨，无悲无喜。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司空案这个主导者。招募若不是遇见了南嫣然，司空案怕是要成功锻造出一柄冷血的绝世杀器。即便是现在，招募也只对南嫣然这些家人有着特别的感觉，对其他人仍然生不出同理心。这种状态一时半会儿是难以消解的，是以司空案又凭何能在招募心里占有一丝分量呢？更别说知道了司空案加害父亲、囚禁母亲之事后，招募不去鞭尸司空案就不错了，哪会对他有半分善意？招募隐约地感觉到南嫣然在想什么，他抿了抿唇，不知要如何对南嫣然道明自己对司空案的感想。思索片刻后，招募抬手指了指自己的心口：姐，我这里只有你们这些亲人。南嫣然瞬间明白招募的意思，微拢的眉头松开，他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南嫣然有些窘，他怎么想差了呢？这世上最快将司空案遗忘的人，怕不就是心无外物、心内无尘的招募了？相信很快，在他和母亲、姑姑都还没忘了司空案时，招募就已经想不起来这个人了。温馨平静的日子并未维持多久，2日后，涂香回万妖境时留给南嫣然的那张红色符箓有了动静。南嫣然捏着红符，眸色渐深。涂香联系他，想必是妖王已经处理好了祸害妖族的蛇王及其同党，准备对灵医谷发难了。南嫣然接通了联络符，一道满含喜悦的女童声从符箓那一端传来：姐姐，你还记得我吗？南嫣然眉头一挑，能与他联络上的只有涂香，而能在涂香身边待着的女童，就算他想猜不到也难呢。这女童啊，十有八九就是他曾随手救过的小红狐，涂香的妹妹涂科科。南嫣然坏坏一笑，故意冷声道：你是谁？姐姐，你真的不记得人家了吗？女童的声音听上去低落了几分。南嫣然轻咳一声，有一种自己在欺负小朋友的感觉。好了，不逗你了，小家伙。姐姐，人家800岁了，不是小家伙。好家伙，800岁了！南嫣然转而想到对方是妖，妖族生长期漫长，800岁相当于人族8岁，8岁也不小了。这时涂香的声音响起：恩人，小妹无状，让您见笑了。无妨。恩人，我父王有话要跟您说。妖王妖后请讲。属于中年人浑厚的声音随之传来：恩人阁下，吾为万妖境妖王涂崇，多谢阁下对犬子犬女的救命之恩，本王与王后没齿难忘，待与阁下见面之时，定当重谢。蛇王及其同党已被本王处决，蛇族王女蛇山数月前发现蛇王助灵医谷残害妖族，欲告发蛇王的罪行，却被蛇王察觉并囚禁。此番蛇王伏诛，蛇山获救后，愿带领深渊沼泽的蛇族精锐，在对灵医谷的复仇之战中
打头阵，为其父赎罪。妖王客气了，妖王若能答应帮我一个忙，便算是作为对我的重谢了。不知阁下想让本王帮什么忙？灵异谷禁地中围关押着许许多多修为低微的人，那些人被灵异谷从各种途径抓来，用来试药做人体实验。我想请妖王帮忙解救这些人。至于灵异谷背后的靠山狗神尊以及内株有几率产生吞噬之力的炼狱花，妖王不必担心，我可以解决。南嫣然将羽化的事儿大致跟妖王说了一下，省去了自己把羽化弄成傀儡的具体细节。覆灭灵异谷的最大困难便是灵异谷有羽化这个修为远超九州最高修炼境界的人守护，而今这一难点被南嫣然攻克，剩下的那些灵异谷的打手，南嫣然相信妖王与妖族兵将能够收拾他们。屠虫本来有些为难，大量妖族被人族所害，若他命妖族兵将去救人族，兵将们恐会心生不忿。得知灵异谷的大靠山已经倒下，屠虫再无犹豫，一口应下。好，本王答应阁下。对方不仅对他一双儿女有救命之恩，现在更是摆平了他向灵异谷复仇之行上最大的敌人。都到了这个份上，他的忙说什么也要帮。同时屠虫也松了口气，他已做好了若复仇之战时遇到拼死也无法战胜的敌人，少不得要动用那个东西的准备。现在看来，他不必请动妖神了。妖王爽快。南嫣然接着和妖王商量覆灭灵异谷，揭露其滔天罪行的具体事项。这场通话一直持续了半个时辰才结束。南嫣然收起了联络符，准备即刻启程回灵异谷。凤灵英、招墨等人全程听完了南嫣然与妖王的通话，知道南嫣然要去做什么。不放心的他们坚决要陪南嫣然一起去。南嫣然拗不过自己的家人，最终无涯老人与宋蕊四人暂时留在了灵南楼，其余人皆进入了苍穹域空间，由南嫣然带着进灵异谷。世事奇妙，1周前南嫣然由玉悄然带离灵异谷，现在无声无息地回到灵异谷，则是他之前完全不曾预料到的羽化带进去的。灵异谷内一片安宁祥和，对即将到来的暴风雨浑然不觉。南嫣然和灵犀换回来之后，第一个发难的人选自然是叶欢颜。叶欢颜自炼丹师大比后便一直郁郁寡欢，心高气傲的他实在无法接受自己在大比只得了第5名的事实，整日将自己锁在屋内，不许任何人打扰。听雨阁，叶欢颜正痴痴凝视着摆在眼前的一幅画，为了能将当年惊鸿一瞥便停留在他心上的那个人完美的画下来，日日观赏以解相思，他苦练画技。以往的画叶欢颜总是不太满意，今日画的这幅叶欢颜觉得是自己有史以来画的最好的一次。他捧着脸渴望又缠绵的呢喃：姐，若此刻你能在我身边陪着我，那该有多好。就在叶欢颜话音刚落之际，他眼前的画忽然毫无征兆地自燃起来，瑰丽的紫色火焰眨眼间便将整幅画吞没了，连渣都没有留下。叶欢颜惊呆了，这是怎么回事？为何画像会自燃？寂静的屋内，女子冰冷的轻笑声忽然响起。哼，谁？我。下一瞬，一袭黑裙面覆恶鬼面具的女子现身于屋中，赫然是南嫣然。鬼容，是你在装神弄鬼？你好大的胆子，竟敢烧我的画！还有，你是怎么进听雨阁的？你别太过分了，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鬼容，叶欢颜，你好好看看我是谁。南嫣然抬手取下脸上的恶鬼面具。叶欢颜终于意识到南嫣然的态度有些奇怪，心中咯噔一下。当那张明艳绝丽的容颜暴露于叶欢颜的眼前时，叶欢颜面色大变，脑中轰的一声连连后退。是你？叶欢颜死死地瞪着南嫣然，这张脸就算化成灰他也认得。他一字一顿
唤出了那个憎恶万分的名字——南嫣然。还记得我呀？不错不错。我忘记谁，也不会忘记你呀，南嫣然。哼，没想到你也穿越到这个世界来了呀，咱们还真是有缘呢。叶欢颜刻意在有缘二字上加重了语气，心中恨意滔天。他前世输给了这个贱人，含恨而死，今生又被这个贱人给拿捏住了夺舍叶星儿这一大把柄，他竟然两世都被这个贱人搞得狼狈不堪。叶欢颜一连做了几个深呼吸，逼迫自己冷静。他袖衫下的手紧攥长拳，指甲嵌入掌心也感觉不到痛。南嫣然，这么久了，你为何忽然在今日对我暴露身份？以及那幅画对我很重要，你凭什么烧了它？纠正一下，并不久，我来灵医谷也才10天，之前跟你打交道的是鬼荣，不是我。暴露身份自然是因为时机到了。至于那幅画，哼，基于不属于你的男人，你说我凭什么烧了他？叶欢颜还没从南嫣然跟鬼荣是2个人的震惊中回过神来，听到南嫣然的最后一句话，当即怒不可遏。什么叫觊觎？他不属于我，难道属于你不成？南嫣然似笑非笑地睨了一眼跳脚的叶欢颜，心道：他当然属于我。不过南嫣然当然不会让某人现身打叶欢颜的脸，太掉价了。何况叶欢颜已是将死之人。叶欢颜看着南嫣然脸上古怪的笑意，心中不舒服极了。一个猜测在他脑海浮现，被他立马否决。不可能，南嫣然跟少帝不可能有任何牵扯。叶欢颜定了定神，挺直腰背，昂首质问：时机到了是什么意思？鬼荣呢？看来你是半点都没有察觉到自己现在是个什么处境啊。南嫣然以意念唤出了7色魔莲，赤色莲般的能力是抽魂。一股凉意窜上了叶欢颜的后心，他厉声喝道：你要做什么？来人呐，快来人！叶欢颜之所以没有传音呼唤自己一直以来依靠的神尊，是因为炼丹师大比结束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收到对方的回应了。他不知道神尊为何不理会他了。别叫了，有你的神尊部的结界在，你的声音是传不出去的。南嫣然的面色冷漠，属于灵王修士的威压释放出来，牢牢禁锢着叶欢颜。叶欢颜惊的声音都变了调。什么？神尊？神尊怎么可能会帮你对付我？哼，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叶欢颜，你怎么不懂呢？就让你的神尊亲口告诉你，他为何帮你夺舍叶星儿，指点你修行吧。出来吧，羽化。羽化在南嫣然斜侧显露身形，对叶欢颜说出了这些年来在他身上花心思的原因。叶欢颜的面色一寸寸灰败下去，简直要疯了。怔愣过后，他歇斯底里地笑了起来。一世之魂，不沾染这个世界的因果罪孽，竟然是这个原因。他以为背靠神尊，成为九州最尊贵的女人，那是一场笑话。神尊早视他的神魂为口粮。笑罢，叶欢颜面目狰狞，疯狂吼道：神尊，南嫣然这个贱人跟我来自同一个世界，她也是一世之魂，你快吞噬她的神魂，快呀！要死一起死，不能他一个人生死混淆。羽化看向南嫣然，此女如此冒犯主人，可要我割掉她的舌头？不必，这具肉身又不是叶欢颜的。叶欢颜的吼声戛然而止。主人？南嫣然是神尊的主人，这怎么可能？为什么同样都是穿越者，我却又一次败给了你？叶欢颜，万毒谷是我护着的势力，你既动了它，那就要付出灰飞烟灭的代价。一片赤色莲瓣
自七色魔莲上飞旋而出，贴上叶欢颜的眉心。叶欢颜只觉得痛不欲生，他的神魂被赤色莲般的力量抽离叶星儿的肉身。伺机叶青红卧底仙月宫盗取仙皇琴之时，南嫣然再让七色魔莲对叶欢颜搜魂。南嫣然通过叶欢颜的记忆，再结合自己的猜测，大致拼凑出了事情的原委。乌梅嫁给叶正堂之前，七木司空案已久，对司空案恋慕的凤灵英亦暗中关注。即使凤灵英手中仙皇琴的真实外观被封印，乌梅还是看出了他的非凡之处，奈何没有机会夺到手。后来凤灵英用计诱使司空案立下了天道誓约，不让任何人包括他自己做出对仙月宫和慕婵娟不利之事，这令乌梅没有办法光明正大的去仙月宫抢夺仙皇琴，只得暗中派死士叶青红打入仙月宫伺机盗琴。叶欢颜是有一次撞见乌梅联系叶青红才知晓此事的。乌梅的眼光他还是相信的，仙皇琴定然非凡。他听闻自己的心上人大昭神国少帝精通音律，便想通过将仙皇琴赠给对方与他接触上。打定主意后，叶欢颜便替乌梅接过了与叶青红联络之事。后来叶青红的确找到机会把仙皇琴盗了出来，不过却落到了南嫣然的手中。叶欢颜缓过了魂魄与肉身分离的剧痛之后，开始拼命求饶。我不要灰飞烟灭，我错了，南嫣然，你放过我吧。南嫣然充耳不闻，拿出慕婵娟赠他的纳魂钵，将叶欢颜的神魂收入钵中。叶欢颜灰飞烟灭的结局已经注定。南嫣然之所以没有立马动手，是因为他搜魂羽化时得知，叶欢颜的意识之魂还有一个更适合他的用处。处理掉叶欢颜，南嫣然瞥了一眼地上叶星儿的肉身，他将叶星儿的神魂从纳魂钵中放出来。南嫣然此举当然不是为了帮助叶星儿回归肉身，助他活过来。叶正堂夫妇将无涯老人炼制为药人，罪无可恕，南嫣然还不至于对他们的亲女儿叶星儿如此大度。但观叶星儿的神魂没有染上黑色，这说明叶星儿是没有造过杀孽的。如此，南嫣然倒也不至于灭了叶星儿的神魂，断他轮回路。而且如果不是触碰到了南嫣然的底线，一般的仇敌南嫣然都是杀身了结，不会连神魂也给灭了，让对方再无轮回。魂体叶星儿并不知道此间发生过的事儿，出了纳魂钵之后，他一眼便瞧见了地上自己的身体。叶欢颜，叶星儿恶狠狠地磨牙，想上去踹一脚，却又因为是自己的身体下不了脚。南嫣然屈指敲了敲纳魂钵，淡淡道：叶欢颜的神魂在这里。什么？叶星儿立刻俯身去探自己身体的鼻息。啊，真没气了。震惊之后便是狂喜，偷去了南嫣然一眼之后，叶星儿二话不说，立即俯身而上，想要回归肉身，怕晚了肉身腐烂了就来不及了。南嫣然好整以暇地看着叶星儿，并未阻拦，因为他知道叶星儿不会成功。不得不说，羽化的见识是极为广阔的。从羽化呢，南嫣然知道了除他和玉外，所有人都看不见叶星儿的神魂，也听不到他的声音的原因。叶星儿的情况很罕见，他的神魂为隐魂，故而为人所不见。隐魂的由来也没什么说法，除了魂体、声音、气息被隐去，亦无害处。唯一的害处便是，若隐魂脱离过一次肉身，便再也回归不了，相当于死了。以及隐魂脱离肉身之后，若没有去轮回，又超过1个月时间不在阴气重的地方待着，便会溃散。事实正如此，无论叶星儿如何努力，他的神魂怎么也无法与肉身契合。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是不是你对我的肉身做了什么？南嫣然懒得跟叶星儿提隐魂之事，叶星儿误会就误会了，反正他们本就不是什么友善的关系。你现在只有2条路可选：1个月内寻不到阴气重之地，
神魂溃散；2轮回转世。我耐心有限，10期之内给我答复，过时不候。叶星儿目瞪口呆，他完全搞不清这是什么状况。为什么有淮阳这个选项？叶星儿抓狂，他不想放弃林一谷大小姐的身份呢。南嫣然的神色让叶星儿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而是来真的。在实习时间的最后一刻，叶星儿颓丧道：我选2，轮回转世。就算他寻到阴气重的地方，又能怎样呢？一直以无人知晓的形式存在于这世间吗？他不想再继续那样的生活了，在鬼境待了8年，他都快要疯了。若再继续，他的神智一定会磨灭的，倒不如去轮回，开启新的一世。叶星儿探究地看着南嫣然：你要怎么送我去轮回转世？可别把我送到鬼境了。南嫣然没有理会叶星儿，而是取出了先皇琴，弹奏安魂曲。安魂曲超度亡灵，曲中蕴含的力量会助叶星儿抵达冥界。别人看不到叶星儿的魂体，不代表与亡灵打交道的冥界之人看不到。一曲毕，叶星儿的神魂彻底消失不见。南嫣然离开天宇阁，继续和羽化去找第2个发难对象。身为灵医谷的掌舵者叶正堂、乌梅夫妇。叶正堂夫妇不在别处，就在禁地内围。本来是羽化寸步不离地守在那口培育炼狱花、创造5系元珠的井下，后来羽化抵不住叶欢颜的软磨硬泡，答应去帮叶欢颜对付南嫣然。临走前叮嘱叶正堂夫妇守好此地。叶正堂夫妇是真真切切地将羽化奉若神明，并不知道羽化让他们做的一切都是出自羽化背后的太古魔王的命令。无论是炼狱花还是5系元珠，叶正堂夫妇都以为是羽化想要的。夫妻俩对羽化给自己画下的那些大饼深信不疑，羽化的任何吩咐2个人都切切实实地执行到位。境地里的重重结界本就是羽化布下的，自己布的结界又怎么可能会拦得住自己？故而羽化带着南嫣然在境地行走，简直如入无人之境。在去内围拿下叶正堂夫妇之前，南嫣然先去了位于外围的兽园，他可没忘了毒圣那只傲娇兽。羽化悄无声息地解决掉兽园的守卫，破开封住了毒圣兽丹的力量。南嫣然将开心不已的毒圣收进了空间，继而去往内围。内围井下地宫，叶正堂夫妇满眼期待地看着血池里的黑色巨花，被无数怀着满腔怨恨死去之人的血浇灌而生的炼狱花，离彻底绽放只剩最后一片花瓣。当最后那片拢着的花瓣盛开，炼狱花将产生能吞噬万物的吞噬之力。叶正堂深吸一口气，喃喃：就快成功了。待神尊驱策炼狱花将九州这片大陆吞噬掉，他就可以随神尊去往更高的界域了。南嫣然和羽化降临地宫的时候，正好听到叶正堂的这声呢喃。而就在此时，炼狱花最后那片拢着的花瓣开始往外舒展绽放，黑色巨花颤动着缓缓离开血池。叶正堂夫妇眼睛一亮，炼狱花这是要产生吞噬之力了。夫妻俩立刻准备撤离，以免被炼狱花吞噬，成为壮大它的养料。一转身看到南嫣然和羽化，夫妻俩顾不得好奇南嫣然这个由他们女儿任命的客卿为何会和羽化在一起，急急道：神尊，您快看炼2道惨叫声响起，叶正堂和乌梅低头看着破开他们肉身防御插入他们丹田的手，震惊到无以复加。这是一场噩梦吧？夫妻俩痛得快昏厥过去。神尊，您为何？只见羽化的左右手如利刃一般，分别刺入了叶正堂夫妇的丹田。羽化并未理会叶正堂夫妇，双手猛地一握，直接将夫妇俩的丹田捏爆。比方才还要痛苦数百倍的惨叫声彻底响彻了整个地宫，丹田被废，夫妇俩身上的灵气和灵力急速地往外溢散，2个人如泄了气的皮球一般萎靡不堪。地宫里的所有守卫都被这一幕惊呆了。谷主夫人。
众守卫反应过来以后，纷纷手持武器杀向羽化。然而他们才迈出几步，却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吸力吸住，不由自主地被吸去同一方向。那方向赫然是炼狱花的方向。此时的炼狱花已彻底绽放，产生了吞噬之力。地宫的守卫一个接一个被炼狱花吞噬殆尽，成了花肥。炼狱花化身吞吞怪，如同一个大号血蛭，贪婪地吞噬着一切能壮大自己的人和物。惨叫声不绝于耳，南嫣然手一挥，混沌圣火和寂灭陨雷形成火幕和雷幕，将他与羽化、叶正堂夫妇圈于火雷之幕中。炼狱花的吞噬之力还未靠近火雷之幕，便似感觉到了什么可怕的存在，迅速避开。本来羽化这会儿是要撤离灵医谷，开心地向太古魔王报喜的，他当然奈何不了拥有吞噬之力的炼狱花，只有太古魔王有办法收服他。不过羽化这会儿效忠之人已经变为了南嫣然，当然不可能知会太古魔王把他给招来。南嫣然眉目凛然，取出纳魂体，将叶欢颜的神魂拽出，冰冷道：叶欢颜，到你上场的时候了。炼狱花种存在于太古时期，因为要有无数含恨而死之人的血浇灌才能长成，故此被列为暗黑邪物。而不沾染这个世界因果罪孽的意识之魂，与此类的污秽邪物相冲，能涤净他们的孽根性，代价则是同归于尽。叶欢颜看到地宫里的情形，吓得瑟瑟发抖，尖声叫道：南嫣然，你要做什么？何必问废话？难不成你以为我会给你活路吗？南嫣然眸光冷酷，将火雷之幕打开一道口子，再将叶欢颜的神魂通过那道口子送出去。虽然混沌圣火和寂灭陨雷能够消灭炼狱花，但南嫣然觉得与炼狱花同归于尽，作为叶欢颜最终的归宿，再合适不过了。叶欢颜惊恐绝望的声音并未持续多久，几乎是一出火雷屏障，他就被炼狱花吸走了。当叶欢颜被炼狱花彻底吞噬时，砰的一声巨响，黑色巨花于空中爆炸，粉碎的花瓣簌簌飘落，如同下了一场黑雪。由于羽化一早便布了隔音结界，地宫里的惊天动地并未传出去。叶正堂和乌梅如烂泥一般的瘫在地上，满心绝望。夫妇俩无法接受，才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他们眼中的世界就颠倒了。南嫣然居高临下的俯视着地上的两人，这对高高在上、作恶多端的夫妇，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有今天吧。叶正堂死死地盯着南嫣然，恨声道：你是什么人？为何要对付我灵医谷？此时的妖王屠虫与太子屠香以及千名妖族精锐，位于以伏诛的蛇王蛇霸的寝宫内。寝宫里有一个大型的传送阵，蛇霸及其心腹便是通过此传送阵来往灵医谷和万寿境，为灵医谷运送被他与心腹抓住的妖族。收到南嫣然的讯息之后，屠虫一声令下，带着千名精兵猛将有序地踏上了传送阵，抵达灵医谷禁地地宫。屠香一眼便看到了南嫣然，对妖王道：父王，这位便是我与小妹的救命恩人。说着，屠香有些窘，他到现在都不知道恩人姓甚名谁，如何称呼。屠虫当即朝南嫣然躬身一拜：屠虫多谢恩人施以援手，保下香儿和可可的命。从今以后，恩人便是我们万妖境的贵客。南嫣然虚扶了屠虫一把：我姓南，妖王唤我南小友即可。这是灵医谷的布防图。他将手上的卷轴递给了屠虫。有了布防图，屠虫父子等妖族此行的损失将会降到最低。屠虫接过布防图，没再说谢，而是记在心里。他将布防图悬空，与所有兵将一起迅速地熟悉灵医谷的地形与防守排布，再按照灵医谷各防守点的战力，对应安排实力高于那些防守点的妖族兵将，前去攻占各防守点，拿下灵医谷。叶正堂目眦欲裂：不，
这是本尊的灵衣骨，你们不能动，不能！雾眉养尊处优的脸上也满是怨毒。你们这些无耻贼子，该死，该死！涂虫脸一沉，那一瞬间泄出的威压，使得已经是废人的叶正堂和乌梅同时喷出一口血。灵衣谷谷主，谷主夫人是吧？接下来，你们就好好看着，本王是怎么让所有九州人士知晓你们这对恶毒夫妇的真面目，以及你们掌管下的灵衣谷是怎样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涂虫看叶正堂夫妇的眼神如同看两块死肉，涂香义冰冷冷地瞥了一眼叶正堂夫妇，毫不掩饰眼中的杀意。南嫣然的注意力则被在地宫里乱飘的5个光团吸引，那5个光团正是由灵衣谷抓来的无数人、妖、兽的本源凝聚而成，根据水、火、木、雷、风5系划分，想要创作出5系圆珠。本来这5个光团被固定在5座古怪的莲台上，但方才炼狱花产生吞噬之力以后，将地宫里的活人与死物一同吞噬，其中就有5座莲台。不过炼狱花不知为何吞噬不了5个光团，没了莲台禁锢的5个光团开始在空中飘荡。南嫣然没在羽化的记忆中找到关于那5座莲台的具体信息。莲台是太古魔王交给羽化的，只让羽化用莲台承载那些被剥离的本源，其他并未多说。涂虫顺着南嫣然的视线望向那5个光团，意识到光团是什么以后，他的眼里浮现出痛色。光团有他无数妖族子民的命啊！南小友，这5个光团要如何处理啊？南嫣然微微摇头，他不知道。就在这时，5个光团忽然急速地旋转起来，紧接着轰然炸开，炸裂的光团化为无数光点，飞入所有在场之人的体内。不，倒也不是所有人，光团避开了羽化和叶正堂夫妇。那些光点一入体，众人的修为皆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南嫣然更是由1阶灵王巅峰一举突破到9阶灵王巅峰，是所有人中修为提升程度最高的。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是所有人不曾预料到的。正错愕时，所有人的脑海里响起了一道由无数人声交织而成的声音：谢谢你来替我们讨回公道。南嫣然眸色微动，大概是明白了怎么回事。光团有无数人、兽、妖的本源凝成，本源上附有其主人惨死前残留的一缕意识。脱离了莲台的禁锢后，光团感受到他们是真心要讨伐灵衣谷的，随愿分裂开来，将本源赠予他们，助他们一臂之力，故而有意识地避开了羽化3人。对于自己的修为是在场之人中提升最高的，南嫣然也有答案。他是全系，能接受全系本源，得到的本源之力自然比其他人多。其他人只能接受与自身天赋属性对应的属性本源。南嫣然叹了口气，并未因为修为大涨而感到开心，反而有点心虚。对灵衣谷残忍的剥离无数生灵的恶行，他的确深恶痛绝，但他对付灵衣谷更多的是因为自己以及父母师公与灵衣谷的私人恩怨。妖王他们则是全心的为死去的妖族讨回公道而来。不过南嫣然也不是爱纠结的性子，事已至此，他会让自己拥有的力量帮助到更多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地宫里的气氛肃穆，涂虫父子与众妖神色哀戚，叶正堂与乌梅则气得七窍生烟。那5个光团里的本源竟然便宜了这帮无耻的贼子。夫妇俩似乎忘了，他们已经被废了丹田，即使那些本源不避开他们也吸收不了。涂虫敛去眸内的痛色，率众妖无声地躬身一拜，而后涂虫照出自己的武器，一柄通体赤红的长剑。涂虫面朝妖族千军，举起长剑，肃声道：众将听令，准备行动。是。
羽化用缚灵绳将叶正堂夫妇捆缚住，拎着两人往井外飞去。南嫣然朝屠虫点了点头，紧随羽化之后。屠虫父子率众妖追在南嫣然后面，所有人一上到地面，就被呈蛛网一般守在禁地内围的护卫与几大长老发现并包围。这些护卫与长老身上血煞之气极重，专为灵一谷干见不得人的阿杂事儿。南嫣然当然不会让羽化对他们客气，长老以及一众护卫被羽化打入南嫣然他们方才所在的井下地宫，羽化再将地宫轰塌，一个巨大的深坑在禁地内围显现，那些护卫皆埋骨于坑底。接着羽化撤去禁地里自己布下的所有结界禁制，结界禁制一消失，禁地中围和外围的守护长老当即发现有大量的人闯入禁地。然而发现了又能如何？他们已然改变不了灵一谷即将覆灭的结局。在外围和中围的守护长老察觉到大批不速之客闯入禁地时，羽化用叶正堂的谷主令开启了护谷大阵，彻底封锁了灵一谷，以免有人向万阵宗和巫神宗求救。金色防护罩拔地而起的那一刻，灵一谷的末日到来了。屠虫指派部分的妖族兵将随着南嫣然去禁地中围，解救那些被灵一谷用来试药做人体实验的人，剩余妖兵则随屠虫杀出禁地，按照灵一谷的布防图攻向各个布防点。灵一谷的平静彻底被打破，各系灵技术法的碰撞声，男人女人的喊叫嘶吼痛呼等种种声音弥漫在谷中的各处。灵一谷是九州医师炼丹师心中的圣地，大部分医修丹修都希望自己能够加入灵一谷。灵一谷的医师与炼丹师的战力自然一般，主要战力集中在灵一谷供养的大批守护长老与客卿长老。屠虫父子与妖兵们并不将那些医师炼丹师放在眼里，全心对付人数众多又修为不俗的长老。拿下这些长老，灵一谷也就彻底沦陷了。诚然，以羽化的实力覆灭灵一谷他一人足矣，但屠虫父子与妖兵们更想亲自为所有凄惨死去的妖族报仇。若不拼尽全力打上一场，他们意难平。南嫣然这边的动作也是极为迅速，一众专门负责给人试药做人体实验的医师尚未反应过来，便被南嫣然与妖兵们斩杀。即使是抵触人族的妖兵们，看到宫殿里那些被抓来的人族的惨状，也觉得触目惊心。南嫣然先为危重者处理伤势，保住他们的命，同时联系金钱把人叫来帮忙。妖兵们则为伤势不那么恐怖的人上药包扎伤口。空间里的药王木婵娟、凤灵英等人自然做不到袖手旁观，皆现身救人。当然了，他们并不是以真容出现，而是和南嫣然一样，一身黑衣，戴恶鬼面具。经千名绝望等死的受害者乍然得救，纷纷落下了痛苦中夹杂着喜悦的泪水。禁地之外的战斗持续了大半天方结束，谷中所有的守护长老与客卿长老皆被屠虫与众妖兵斩杀。对于这些灵一谷的走狗、助纣为虐者，屠虫等妖族没有半点手软，只觉得这些人死得太便宜了。妖兵们将谷中近1000名医师与炼丹师召集于朝圣广场，众人被这场杀戮吓惨了，不明白灵一谷的灭顶之灾从何而来。屠虫锐利的目光在众人脸上一一扫过，扬声喝问：尔等想活命吗？想活命就去禁地中围救人，看看你们的灵一谷犯下了何等罪孽。众医师与炼丹师面色惶然，救人？救谁啊？人群中亦有知情者，眸光闪烁，不自然地缩了缩脖子。为了活命，众人自然表示愿意去救人，由妖兵们带着进入中围。一到目的地，眼前的情景险些让众医师与炼丹师吐出来。这是怎么回事？这些人是哪儿来的？怎么会这样？地上的一男一女，好像是谷主和谷主夫人啊。禁地之所以叫禁地，当然是绝大多数人都不得踏足的地方。众人怎么都没想到，
竟然会在禁地里看到如此可怕的一幕。他们的谷主与谷主夫人看似狼狈，但相较那一个个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人来说，已经好很多了。涂香冷冷道：怎么回事？不是一目了然了吗？你们灵医谷一直通过各种途径抓人来试各种药，做各种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众人哗然。然而无论他们有多么不愿意相信，他们心中的圣地灵医谷是一个丑恶不堪之地，事实摆在眼前，由不得他们不信。愣着做什么？还不去救人？受害者有近千人，这些医师与炼丹师恰好也有近千人，简直可以1对1照顾了。而能入灵医谷的，医术和炼丹水平都不会差到哪里去。众人不敢耽搁，当即开始给受害者们诊治。有了这些医师与炼丹师的加入，南嫣然和药王几人的负担自然大大的减轻。灵医谷覆灭已成定局，南嫣然腾出空来，悠悠地瞥了羽化一眼，给这厮安排的结局也该上演了。把护谷大阵撤了吧。羽化一言照做。你立刻去圣天教收回你的身外化身。然后南嫣然眼神冷酷，轻吐出2个字：自爆。是。傀儡羽化会无条件执行主人的任何命令，哪怕是自枪。羽化身形一晃，原地消失。南嫣然今日要覆灭的，除了灵医谷，还有圣天教。那日他交给羽化的身外化身的，除了招募之事，还有便是让对方将圣天教教徒里不曾作恶之人，以及犯过事但罪不至死之人，找个由头派出教廷。剩下的恶贯满盈、罪可致死之人，留下与圣天教共存亡。羽化虽不是真的神尊，却是实打实的仙人。一个仙人自爆的威力，足以让整个圣天教夷为平地，将教中恶徒一波带走。见羽化忽然消失，涂虫若有所思。涂虫虽然不知道南嫣然让羽化去做什么，却无比笃定一点：南嫣然绝不会让狗神尊羽化有好下场。对于与南嫣然相同打扮的药王几人，涂虫秉持着与自己无关的不多问这一精神。涂香眯了眯眼：父王，是时候让全大陆之人知晓灵医谷的真面目了。涂虫略一颔首，旋即取出一块圆盘。此圆盘为圣器天幕，天幕可以将自己所处之地的情形照映到整个九州上空，供所有人观看。前几天所有人正是通过天幕观看了炼丹师大比。九州司法部有圣器天幕，身为妖王的涂虫亦有。每逢万妖境有盛事举办，涂虫就会用天幕照映盛事举办地的情形，让所有的妖族子民得以观看。此时涂虫就是要通过天幕让全大陆之人看到灵医谷的情形。南嫣然在与涂虫第一次通话商量对付灵医谷的时候，便已经知晓涂虫的这一打算。对此南嫣然当然乐见其成。灵医谷的恶行一经曝光，他们就是光明正大的告诉九州人士，灵医谷为他们所覆灭，谁又能智慧半句？而且南嫣然和药王本就是要重振药王殿，灵医谷名声扫地，也算是药王殿崛起前的开门红了。涂虫往圆盘上注入妖力，圆盘发出迷蒙的光芒，飘至灵医谷上空。下一瞬，灵医谷内的情形显现于天幕，所有人抬头便能看见。在涂虫动用天幕前，南嫣然就已经让七色魔莲搜魂叶正堂夫妇，获取了夫妇俩指使手下剥离人妖兽的本源的记忆画面。掌握了证据之后，南嫣然再摧毁了夫妇俩的灵石，以免夫妇俩对着天幕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在世人眼里，灵医谷的覆灭乃是妖族为死去的同胞复仇所致，南嫣然和羽化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成为只有少部分人才知道的秘密。叶正堂夫妇作恶的记忆画面被七色魔莲投射出来，连同近1000名被用来试药做人体实验之人的惨状，落入了九州各地人士的眼底。与此同时，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响彻中州北部，所有中州北部之人，只要不是处于必死关状态的，都听到了爆炸声。
制造出爆炸声的不是别人，正是在圣天教自爆了的羽化。整个圣天教在羽化自爆的恐怖威力下化为乌有。中州北部之人纷纷放下手上的事儿，开始相互询问发生了什么。涂虫手中长剑斜指地上已经痴傻的叶正堂夫妇，对着天幕高声道：九州所有正抬头望着天幕之人，一定很好奇，到底发生了何事，需要昭告全大陆。吾这便为诸位解惑。吾为万妖境妖王，吾此刻所在之地，乃中州西部3大顶级势力之一灵一谷。妖族与人族向来井水不犯河水，灵一谷却对妖族犯下不可饶恕之罪。吾身为妖王，今日前来覆灭灵一谷，为所有惨死于灵一谷的妖族子民讨回公道。在涂虫的声音落下之际，那近千名正在被灵一谷医师与炼丹师诊治的受害者里，能正常发出吐字者也纷纷控诉灵一谷的暴行。九州震动，灵一谷之名，九州民众鲜有不知者，所有人难以置信，救死扶伤，美名满天下的灵一谷背地里竟然会做出此等有伤天和之事。但近千名受害者的惨状，以及叶正堂夫妇指使手下剥离人妖兽的本源记忆画面，就摆在所有人的眼皮子底下，由不得他们不信。群情激愤，但凡正道修士皆无法容忍灵一谷所犯的恶行。已有离灵一谷距离不远之人动身前往灵一谷，欲求现场求真事实是否真如妖王所言。与灵一谷同气连枝、受羽化和梦魇庇护的万正宗和巫神宗自然知道，灵一谷干的那些事儿都是真的。万正宗宗主楚顶天本来正在与一众长老议事，就见自己的夫人乌媚白着一张脸闯进殿中。乌媚看也没看那些长老一眼，拉着楚顶天疾步往殿外而去。顶天，出大事了！楚顶天心中一沉，乌媚是一个极有分寸的人，能令他如此失态，定是发生了不得了的大事。当看到天幕上的灵一谷情形，楚顶天眉心狠狠一跳。快通知羽化神尊和梦魔主。羽化神尊联系不上，梦魔主已经知晓此事了，只说让我们不要插手，他已经派司法部使者前往灵一谷。楚顶天扯了扯嘴角，他那个姐姐姐夫明显被废了丹田，看着似乎还痴傻了。都这样了，还能怎么插手？人是救不回来了。现在灵一谷名声一落千丈，全大陆之人都在关注这件事儿，他万正宗还是别去沾边的好。希望羽化神尊和梦魔主的怒火别波及到我们吧。巫神宗相较于乌媚和楚顶天看到姐姐姐夫蒙难时的冷漠，宗主巫耀光就比较有真情了。看到长女乌梅的模样，巫耀光心痛无比，他颤抖着朝天幕伸出手，似乎想要触碰到乌梅。梅儿，怎么会这样？巫耀光目眦欲裂，若非梦魔主有令让他不要轻举妄动，他早就去往灵一谷了。以惩奸除恶、匡扶正道为己任的九州司法部，乃九州最得民心的势力。现在灵一谷的恶性事件一出，九州司法部岂有不出面的道理？很快，几名白衣飘飘、乘白鹤而来的司法部使者降临灵一谷。快看，司法部的天师到了！这么恶劣的事，司法部怎么可能会不出面处理呢？灵一谷的守护长老和客卿长老都死了，谷主叶正堂与其夫人乌梅还活着，不知几位天师会如何处置这对夫妇呢？哼，做出如此令人发指之事，应当千刀万剐，碎魂裂魄。诸如此类的议论声在九州各地响起。南嫣然与自家母亲、弟弟等人低调地站在了妖族兵将后面。对于降临灵一谷的几位司法部使者，南嫣然几人面具后的眼里浮现冷嘲之色。他们已经知晓，
司法部的幕后掌舵者乃是太古魔王除羽化之外另一个下属梦魔。司法部这一所谓的维护九州和平稳定的正道之光，构陷过诸多无辜者为邪魔，将他们灭杀。只因那些人和势力得罪了司法部庇护的人和势力，迎来了灭顶之灾。最令南嫣然反胃的是，负责诛杀邪魔的司法部麾下可是拥有一支邪修势力。丰裕狱主派来卧底九州之人有他的2个儿子，那邪修势力之主就是丰裕狱主的其中一个儿子。知道万人崇敬的九州司法部不过又是一个欺世盗名的组织，南嫣然几人对来到的司法部使者当然没有好脸色。不过南嫣然几人戴着面具，也没人瞧见他们的脸色就是了。南嫣然也不担心这几个使者包庇灵医谷，或者作什么妖，有天幕在，全大陆的人看着，几个使者纵使有心搞事情也是无力的，除非他们不顾司法部一直以来对外经营的形象。天师们的面色严肃，自白鹤上下来之后，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同涂虫交流，询问事情的具体细节。涂虫略去南嫣然操控羽化所做之事，只说万妖境年年有大量的妖族失踪。他调查之下，发现灵医谷勾结蛇王残害妖族，遂率兵前来复仇。结果发现灵医谷不只是残害妖族，还有众多的人族也被灵医谷抓来试药做人体实验。看到痴傻的叶正堂夫妇，天师们检查夫妇俩的情况以后皱眉道：为何摧毁叶氏夫妇的灵石呢？因为本王想知道，这对恶毒夫妇为何需要无数人妖兽的本源。但这2人嘴巴很紧，怎么也不肯说，本王只好对他们搜魂。众所周知，被搜魂者灵石碎裂，沦为白痴。天师们神色一紧，看向涂虫的眼底深处涌现了几许杀意。灵医谷是他们司法部麾下的势力之一，叶正堂夫妇知道司法部的幕后之主是谁，也知道司法部做过的一些不能为人所知的事儿。这妖王既搜魂了叶正堂夫妇，那岂不是知晓了？涂虫将天师们的神色收入眼底，心中冷笑，他淡淡道：可惜了，这对夫妇很抗拒搜魂，本王才刚施展搜魂术，他们便自毁了灵石。涂虫朝七色魔莲投射出来的证实叶正堂夫妇有罪的记忆画面一指：本王只来得及捕捉到这么一点此夫妇2人的记忆。天师们既怀疑又好奇，敢问妖王是如何做到将被搜魂者的记忆画面展示出来，让所有人都能看见的？涂虫捻了捻手指，他当然做不到。关于这一点，他也很好奇啊。涂虫当然不会如实告知，只是高深莫测道：此乃本王久违赤狐族不外传的搜魂秘术，不便与几位天师细说。天师们相视一眼，不确定这位妖王的话是否全部属实。不过对方展示出来的记忆画面只显示叶正堂夫妇罪大恶极，并未提及到他们司法部半个字儿。想来对方确实只捕捉到了这一点记忆画面吧。思及此，天师们心下稍安。即使这位妖王知道的不止这些又如何呢？他既没有揭露司法部，又咬死了叶正堂夫妇，说明他只想灵医谷覆灭，不欲与司法部为敌。识时务者为俊杰，得罪了他们司法部，这位妖王与他带来的妖兵今日可别想脱身了。天师们接着询问并关怀了一下那近千名受害者。这期间，天师们自然没有忘记他们主上交代的事儿。他们放出神识，仔细地在境地内围查探，发现那里无一活物，地宫也塌陷了，没有主上口中的黑色巨花，更没有5个本源凝成的光团。天师们传音交流了一番，主上提到的东西既然不存在，那绝对是在这些妖族与灵医谷之人大战时毁了。他们回去以后如实对主上复命即可。
妖王覆灭灵医谷，事出有名，无人能智慧半句，天师们也找不到指责的理由，反而为了体现司法部的气度，还得说一些希望人妖两族互不侵犯、和平共处的场面话。涂虫假意应承了几句，天师们当众宣布了叶正堂夫妇的罪行，对二人处以碎魂之刑，并在所有关注此事的九州人士见证下行刑。司法部有一件打魂鞭，碎魂之刑便是以打魂鞭鞭笞受刑者，直至受刑者魂飞魄散。而灵医谷的所有财宝，一半用于补偿妖族，另一半用于补偿那近1000名人族受害者。天族的判决获得了民众们的一致好评。好，不愧是司法部的天师，办事就是干脆利落，公平公正。司法部真乃咱九州正道楷模啊！正道的光照耀大地，一切魑魅魍魉、邪魔歪道无所遁形。支持司法部，天师们威武！一位天师手持打魂鞭，以灵力托起了地上的叶正堂夫妇，开始行刑。天师们面上正义凛然，心中则在责怪叶正堂夫妇做事不小心呢，被妖王给发现了，落得这样的下场，与人无尤。即使夫妇俩丹田没被废，灵石上完好，司法部也保不了他们。谁让妖王也有圣气天目呢？全大陆之人看着，这叫司法部如何包庇？只能沦为弃子了。丹田被废，没了修为的叶正堂夫妇已是凡人，打魂鞭几鞭下去，便肉身崩溃，魂飞魄散了。一代名号响当当的人物以此方式谢幕。叶正堂夫妇伏诛后，天师们向所有关注灵医谷之事的人承诺，会监督原属于灵医谷的医师们治疗那些受害者，直至受害者们可以自主离去，而丧失自主行动能力者可以留在灵医谷安度余生，会有济困堂的人保障他们的日常生活所需。为首的天师看着涂虫问道：不知妖王对于我等的处理方式可有意见？并无。既然妖王与灵医谷的仇怨已了，是否该收起天幕，率领部下回万妖境了？涂虫收起手中的长剑。当然，本王这便打道回府。此行他的目的地已经达到了，如非必要，涂虫也不愿意踏足人族地界。他给南嫣然传音：南小友与你的同伴可假作妖族，先随本王回万妖境，借此从灵医谷这个是非之地脱身。待到了万妖境，本王再送你们离开。南嫣然也是这么想的，自然没有不应的道理。好，涂虫抬手一抓，将悬浮在灵医谷上空的圆盘收回，接着取出一张传送轴。很快，涂虫便带着妖兵们以及南嫣然一行人通过传送轴抵达万妖境。在涂虫和南嫣然他们走后，一名天师回去复命，剩下的天师如承诺的那样留在了灵医谷行监督职责。中州东部梦神山，魏冕和楚天青通过天幕看到灵医谷出事时，便知晓是自家师妹在搞事儿了。两个人不可谓不惊讶。师妹这速度也太快了，800倍速啊！本来还担心呢，师妹能不能来得及赶上月底师尊的寿辰，结果师妹从离开鬼境潜入灵医谷，再去参加了个炼丹师大比，最后颠覆灵医谷，只用了10来天的时间。楼继雪、冷羡、宁鸠纷纷面色一喜。这么说，我们很快就能见到小师妹了。3位师兄放心吧，师妹啊，定然很快便会来到咱仙庐的。这段时间，楼继雪3人也知晓了魏冕和楚天青这2位师弟同小师妹南嫣然一起经历过的那些事儿。即使未曾谋面过，通过2位师弟的描述，楼继雪3人也不由得对那位神秘的小师妹生出了喜爱之情。3位师兄想到自家师尊给师门拐了个小师妹回来，居然没有知会他们一声，以至于2位师弟比他们更早认识小师妹，忍不住对正在哼小曲的老者投去了幽怨的眼神。一袭灰白色衣袍的老者睨了一眼自己的3位弟子，
眉头一挑，悠悠道：“这可怪不得为师哈，你们师弟的运气比你们好，为师能有什么办法呢？”话落，老者没啥形象的伸了个懒腰，那双似能洞悉一切的锐眸内划过一抹笑意。小徒儿成长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快，真不愧是一手缔造天道的万道之主啊！但是天道已经有了自己的意识，除了混沌圣火和击灭云雷，小徒儿还要尽快寻回另外3样禁忌元气为好啊！谁都可能灭世，混元体永远不会。万妖境，南嫣然望着这片充满野趣的美丽土地，点了点头。这里倒是个适合渡雷劫的地方，母亲禁忌灵尊、独圣禁忌神兽的地儿，就选在这儿了。在契约空间里待着的小白猫，忽然生出了一种奇妙的感觉，这感觉促使它离开了契约空间，一如既往地出现在了招募间上。屠虫正要招呼南嫣然一行人去妖王宫做客，下一瞬，屠虫的目光定格在小白猫的身上，眼底写满了震惊。妖神！小白猫惊了。妖神？谁？说他吗？他现在就是一只平平无奇的小白猫模样啊！屠虫目光炽热地盯着小白猫，心绪激荡难平。他的传承记忆中，妖神白虎酷爱以白猫的形态游戏世间，眼前这只白猫与传承记忆中妖神的白猫形态简直是一模一样。只是妖神即使转世了，怎么可能会与一个人族少年契约呢？屠虫心念电转，挥退所有随自己覆灭灵异谷的部下。妖神一事事关重大，屠虫再布了几层隔音结界。屠香不明所以。父王，您这是？南嫣然若有所思，他是听到了屠虫对小白猫唤的那声妖神的。小白猫被屠虫看得有些发毛，完全不明白这位怪叔叔是怎么回事。屠虫深吸一口气，他看得出来招募不爱理睬外人，便问南嫣然：“南小友，本王冒昧地问一下，你这位同伴肩上的小兽，本体可是白虎，并且能口吐人言？”南嫣然没有马上回复，而是以眼神询问小白猫。小白猫若不愿意他的隐私被外人知晓，他和招募当然不会泄露出去。别看小白猫是一个超级吃货，脑袋瓜子可灵光的很呢。小白猫思及自来到这个万妖境之后，心中生出的那股奇妙感，再加上未从屠虫身上感受到一星半点的恶意，遂开口道：“不错，吾乃神兽白虎。”屠虫心中一震，继而大喜。妖神白虎独一无二，天上地下永远有，且只有一只。白虎现，必是妖神归来。一旁的屠香满脸震撼，这只小白猫竟然是他们妖族的神奇白虎尊上。虽然小白猫并没有现出白虎真身，屠虫却相信自己的感觉，这只白猫白虎就是妖神转世。再者，要确认对方究竟是不是妖神，并不一定要对方现出真身，还有一个好办法。屠虫是相信自己的感觉，但他身为妖王，当然不可能凭感觉行事，更何况还是关于妖神这样的大事。小白猫在招募的肩上调整了一下姿势，纳闷道：“妖王为何这样看着我？我有什么问题吗？”屠虫有些惶恐的摇头又点头：“有问题，问题大了去了。”屠虫从空间戒指里取出了一只不知道由什么材质打造的宝盒。小白猫浑身一紧，它能感觉到宝盒里有极其吸引自己的东西。屠虫将宝盒捧到了小白猫的面前，然后小心翼翼地推开盒盖，耀目的光芒自盒盖内喷发而出。小白猫只来得及看清盒中之物，乃是一块晶莹剔透、成人指甲盖大小、类似碎片的东西。下一瞬，那碎片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没入了小白猫的眉心。小白猫不受控制的腾空而起，
周身缭绕着一股玄妙的气息。紧接着，小白猫的形态消失，一只威风凛凛的大白虎于空中长啸。屠虫见状惊喜不已，连忙拉着屠香拜倒，恭敬地高呼：九州大陆万妖境妖王屠虫拜见妖神大人。屠香拜见妖神大人。凤麟英、木婵娟等人皆面露不可思议之色，便是面瘫的招募此刻亦有几分真冲。南嫣然眨了眨眼，喃喃：这只戏精喵还真是那什么妖神啊。那日从屠香口中得知妖神真身是白虎，他莫名其妙地想到了小白猫身上，然后觉得以小白猫贪吃猥琐戏精的德性，不可能是什么妖神。现在他被打脸了，这世上还真的一切皆有可能。就在众人惊异时，小白猫大白虎身上的气息节节攀升，由神兽初期突破至中期，再到后期。与此同时，招募亦在进阶，有契约关系的主兽之间，无论哪方进阶都能够带动另一方。招募有3阶灵宗，突破至9阶灵宗。南嫣然为招募高兴的同时，暗暗猜测，小白猫变大白虎并进阶，应该与没入他眉心的那个东西不无关系。大白虎进阶完以后落回地面，庞大的身躯震得地面抖了抖。南嫣然等人只到大白虎的脚趾那儿，大白虎抬了抬脚，感觉自己一脚下去能将地上的芝麻大小的人踩扁喽，这样说话不大方便。大白虎摇身一变，重回小白猫模样，飞至招募肩上，轻昵地蹭了蹭招募的脖颈。你们2人起来吧。小白猫让屠虫父子起身，难得正经起来，问道：妖王真的是妖神？方才飞入无眉心的是何物？您就是妖神大人转世。方才您吸收的是妖神大人陨落时留给诸天万界妖族的神格碎片，用以庇佑妖族。在去覆灭灵异谷之前，他是正打算如遇到不可战胜之强敌，便激发那块妖神大人留下的神格碎片的力量，诛灭敌人。纵然他是妖王，也无法吸收神格碎片，只能激发他的力量。屠虫目光灼灼，唯有妖神大人才能吸收自己的神格碎片。神格碎片？这样咩？小白猫对自己是妖神转世接受良好，开心的边搓爪爪边问道：那啥，当妖神有什么好处啊？屠虫噎了一下，没料到小白猫会是这个反应，他神色无比真诚道：妖神大人，万妖境的一切都属于您，您看上什么了尽管拿去。不止万妖境，诸天万界的妖族族地里的一切您都有权拿去。毕竟没有妖神，又何来妖族呢？哇哈哈哈哈！咦嘿嘿！小白猫简直幸福的快晕过去了。从今日起，我就是一只家资万贯的富贵猫富贵虎了吗？而且好像变成妖神之后，我具备了转换性别的能力。如此一来，我和招募小可爱是不是？嘿嘿嘿嘿嘿嘿！小白猫星星眼，好，这妖神无当了。屠虫父子相视一眼，皆看到了彼此眼里的无奈。屠虫想说，无论您当不当，您就是妖神。顿了顿，还是把话给憋了回去。罢了，反正妖神大人愿意接受自己的身份就好。让屠虫比较头疼的是，他们妖神大人竟然与一个人族少年契约了。只要眼不瞎，就看得出来，妖神大人很喜欢那个少年。屠虫目光不着痕迹地掠过南嫣然和招募相似的容颜，在心中叹了口气。南小友不仅救过他一双儿女的命，此次覆灭灵异谷，他更是居功至伟。若那少年不是南小友的弟弟，他或能开口请对方解除与妖神大人的契约关系。几经纠结，屠虫最终还是没有开那个口。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有预感，以妖神大人对那个少年的亲近喜爱，他若开了那个口，
定然会惹妖神大人不悦。涂虫只能安慰自己，现在的妖神大人并无身为神奇时的记忆，待其真正找回本我时，那少年困不住妖神大人，而妖神大人大概率会主动离开那少年。诸位初来万妖境，本王作为东道主，怎能不尽一番地主之谊？诸位请随本王入王宫歇歇吧。是啊，南道友，小妹一直盼着能再见到你呢。难道有人都来了万妖境？若小妹知道他与父王没把人留住，让他见上一面，肯定会哭鼻子的。凤灵英等人看向南嫣然，他们无所谓，要在万妖境停留多久，自然看他们小团宠的意思。南嫣然有意让自家母上和傲娇兽独胜在万妖境晋级，便应了下来。那就有劳妖王了。一行人随着涂虫前往妖王宫。